上单，又打提莫上单，还有什么上单？我想想，还有雷兹上单，就他妈上路全是长手狗，我就该玩提莫，提莫是对的。我玩上单我就应该玩提莫，提莫就是他娘的对的。这傻逼上路谁爱玩谁玩嘛，全部都一群傻逼英雄在上路。一群畜生在上路，真的上路英雄就他妈没几个正常人，你知道吗？一群畜生，全是一群畜生待在上路。全是小畜生啊！我真没招了，全是一群小畜生啊！我是一点招都没了。全军出击！就上路全是一群小畜生，你知道吧？真没招，没几个正常上单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正常上单了，全部都他妈在这里玩长手打短手，要不然就玩那些超级数值怪，没招。四姐妹已经埋进土里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版本上单四姐妹已经埋进土里了，狗都不玩。甚至五虎都被埋进土地了，五虎都没人玩。现在就是玩长手，就是玩长手。你不玩长手，别人玩长手，别人长手打你什么英雄都随便打。长手就是好打，他绝大部分短手上单，一寸长一寸强。只能说这游戏现在已经就是这个逼样了，就这逼样了。折下带起来是抨击吗 ？No， 跟折下没什么关系。就这个版本的上路环境就这样。你如果短手英雄能够打赢长手，或者说长手很好抓，你觉得还会这样吗？现在问题你知道为什么长手上单泛滥吗？因为上路抓不了，上路这个位置没法抓，你知道吗？上单这个傻逼位置，这个地方插一个眼你就根本抓不了了，你懂吗？上单防gank只需要一个眼就可以把所有gank防住，甚至你不用插眼，打野就是很难抓上路。设计师把地形改了，你知道吧？把地形改成了上单抓不了，你就这一个地形怎么抓呀？你就只能通过这个位置抓，你知道吗？就很难抓，巨他妈难抓，只需要一个眼就可以把所有gank防住。设计师的锅，上路会变成这样，纯设计师的锅。以前上路还可以从这边绕过来，你站在这个位置你都是危险的，那你要防gank呀。现在上路都不用防gank了，防个蛋gank。你打野又不是在抓，难抓的要死。这上路，你但凡玩过打野抓上路，你就知道了，上路巨难抓。交给队友了。这不死了，你猜为什么呢？他妈他压到这里了呀！这正常他站在这个位置，你怎么抓？难抓的要死，就站在中线根本抓不了的。一位得体的女士会采用许多手段。就他站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，你又对不了线，他还不会被抓。你在这个位置能抓吗？以前还可以通过这个位置抓，对吧？你现在你就站在中线，就是这里是中间，他就站在中间这个位置，你就抓不了了。这是他干嘛？他找死啊！他压到我脸上来了，他妈压到塔下去了，都快要越我塔了，那肯定能抓死。他都要越我塔了还抓不死，那就搞笑了。但常规来说，上单 AD 的话是很难抓死的。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位置抓死了他也不亏，因为兵线是往我那边推的，他不会亏得很严重。你像兵线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兵线要回推的时候，他被抓死，那他就烂了。但上路这个位置不会的，因为兵线回推的时候，你的位置就处于一个绝对不可能被抓死的位置，就把我们兵线要推进去。你看这样，他不亏多少线，你知道吗？亏的不多。这也是为什么上单这种逼英雄横行。你看他站在这个位置能抓吗？抓不了了呀。
他就站在中间这个位置，你没法抓了。要以前中间这个位置随便抓，这个位置绕，我直接他妈顶过去，他不就死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说现在上单这种长手狗多了，我很难抓，太他妈难抓了。上单这个 B 位置，你看他就站在这里，抓不了了。盲星他妈只能从这个位置出来，以前盲星能从这个位置出来，知道吗？以前盲星他妈可以从这个位置出来，你知道吗？那他站在这个位置都是危险的，现在上单就很安全。哎，我不想扯这种东西，能听得懂就听，听不懂就算了，别问我了，烦死了。你看，就我跟你讲，他妈的，他站这个位置换之前的版本都能抓，你知道吗？他站在这个位置以前的版本都能抓，现在能抓吗？我问你，能不能抓这个位置？抓你妈呢！这个位置怎么抓？以前这个位置都能抓，你只要没在防御塔范围内都能抓。他可以直接从这个位置出来，我们直接晕住他，队友就秒了，队友就把他秒了。你现在这个位置他妈盲星怎么来呀？盲星从这里绕他妈一大圈吗？听不懂算了，我不想跟你们解释这种东西。就一定要杠。哎妈，恶心的要死！这些长手狗，好畜生啊！越，怎么越呀？怎么越呀？从这个位置越嘛，我兵线推得进去嘛。从这个位置越嘛，他只要在这个地方插个眼，他就是无敌的，抓不了。适者生存。拿头越。所以为什么现在这种上单畜生这么多呢？就他妈这个游戏改的问题，都在玩畜生英雄，你不玩别人就恶心你。反正这游戏现在这个版本上单跟这个游戏没什么关系，他就玩畜生英雄，把你上单恶心到了，他就能赢。金钱总是万能的。只有懦夫跑。你去看他站这种傻逼位置怎么抓呀！我真是造了。贪啊，这逼上的。哎，抓得好，兄弟，抓得好，好抓，好抓。兄弟，好抓，好抓，好抓。哎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呐。事实证明，再难抓的角度，我们打野依旧能找出角度来抓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还要打吗？不打了吧。盲星兜里应该很多钱了，你要不再来抓个这个比维鲁斯得了。下赛季还行吧，下赛季主要能单带了。下赛季，他这个剑我都有点看不懂呢，他这个皮肤我有点看不懂，他那个剑是怎么射出来的？哎呦我操，这个 BGS。有时候，伤疤是一个人最上等的华服。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，由我来分。小畜生！效率是成功的。哎，进化 CD 还是太长了，感觉得带一个那个，得带一个星界洞悉才行，带进化。
进化240秒一个，太长了。他点火比我快1分钟啊！妈的，没进化死了！社会需要规范。哎，真的好烦啊！为什么上路天天打这些傻逼英雄啊？我真的是我没有用武之地呀！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细节有多好，我操作有多好，好你妈呢！你碰都碰不到他，真的好他妈恶心呐！我感觉我跟他妈个废物一样，好傻逼的游戏啊！我真他妈我感觉我跟个废物一样。啊，你跟我说啊，你多有细节，多有操作你操作个蛋呢！我数值怪，我长手狗。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很有操作，你跟我说你是王者，跟我的散伙说去吧。好恶心，感觉又是等着输了，真的玩的好恶心。下把人中单去了，这上路狗都不玩。我不会被误导。这上路真的狗都不玩，太恶心了。不是你告诉我怎么玩啊？打个比维鲁斯，我就跟你讲，我一上去这个维鲁斯站着不用动就可以把我打死，知道吗？他就他妈站着不用动，他就可以给 A 死。你告诉我怎么玩？然后队友又他妈一直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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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死。他还没补装备，看看能不能趁这个机会杀他吧。真毁了，我一技能还没好啊。那吃小肚皮吧，回家3项。我有的时候数值很高的，特别高，不然你猜为什么这英雄能打上单？他在 ADC 里面已经是数值最高的那一档了，知道吗？他在 ADC 那个位置就已经是数值最高的那档了，而且是断档的枪。维鲁斯甚至可以说是断档的枪，他的数值甚至有点断档的。大家上路还多了一个长手的因素，就很恶心。我说实话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是维鲁斯会玩的人不多，但他这个英雄其实也不需要多会玩啊。你只要知道 A 人，然后叠 A 人叠被动，叠被动，然后放个技能打一下。你实在不行，大刀捆住嘛，大刀捆住 A 两下 ，A 两下一个 E，A 两下一个 Q， 再 A 两下又一个 E， 再 A 两下又一个 WQ， 秒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3下应该可以杀他的，但我有点怕他大招呀，我没进化呢。哎呦，有人！哎，没招了，兄弟，我没招了。他是伤害了吗？没招了。他一个 Q 射了我一半的血。夸他。是啊，我是说他没大嘛。我其实不太记得他大招 CD， 他大招 CD 应该120秒吧。但他大招确实没好的，大家不需要大招呀，不需要大招就快把他整死。好意，小心点哦。能闪现出来吗 ？OK， 闪出来了，闪出来就行，我们能收个。收一个，漂亮。
好踢。打这长手狗能带彗星吗？没用。因为你要刮彗星，你就会被他 A 到，知道吧？你刮彗星，你就会被他打到，被他打到你就遭不住。而且彗星的伤害其实不高，彗星伤害其实挺低的。哎，我感觉我像个废物啊，就很无奈，你知道吗？下把真玩中单去了，玩上单真的就纯无奈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什么事都做不了。真的，我就什么事都做不了，你们知道吗？需要在上路蹉跎个10几分钟，然后你才能拥有一点点战斗力。你要说我打个剑姬吧，打个那种短手英雄跟我拼操作的，我还能去尝试拼一下操作。但现在的上单就什么呢？没有拼操作的英雄的，要么数值，要么长手。你很无奈呀，真的在上路真的就是突出一个无奈二字。要么打数值，要么打长手狗，要么别人个长手狗就仗着长手欺负你，要么别人就是绝对的数值，你碰不了他，就在上路就是蹉跎呀！我真的感觉在蹉跎，你什么事也干不了，你要等到3项之后你才能变成一个人类，你没有3项之前你就，我说他情感真的连个人都算不上，打这种长手，打这种数值，你真的你不算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越打越烦啊。我有点戾气，我觉得也合理了。戾气从何而来？无能，你知道吗？感受到了自己的那种无能。我靠，这一个 Q 太痛了吧！哎，算了吧，我感觉打不过他。虽然我装备比他好很多，但我感觉我打不过他。我就是所谓的无理资产。一个 Q 秒了，玩你妈！就一个 Q 啊，没有那么复杂，就一个 Q，A 我3下，一个 Q 秒了。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现状呀！我全中还有什么用啊？我全中还不还是被秒，必须要躲掉这个 Q 才行。而且我就说实话吧，躲掉这个 Q 还是他的 E， 他一个 E 技能也可以爆我这么多血。我他妈在看他交技能呢，他不交 E， 你知道吗？他 Q 技能秒放的，我怎么躲啊？我真的烦死了！他妈他 Q 秒放的。哐有什么用啊？你大招哐了，他落地一个 Q 不照样秒你吗？你的大招能100%躲他的秒 Q 不？我就问你，你跟石头人贴脸，你能不能100%躲掉他石头人大招呀？我做不到，我不是脚本。他妈他贴脸 Q 就是秒放的，我怎么办嘛？他 A 我3下一个 Q 秒了，我能怎么办？大招有什么用啊？你大招有伤害啊？你大招能减伤伤害啊？他妈让你秒 Q 我怎么躲呀 ？A 3下一个秒 Q 给我秒了。这妈一群上路一群畜生，真的！现在这个游戏他妈上路全部都是一些畜生英雄。看看你干的好事吧，设计师！
你把他们设计师变成，你把上路变成什么逼样啊？但虚弱有什么用啊？我都说了，你躲了 Q， 他还有 E， 他还有大，有没有说可能刚刚他妈他一个 Q 就能把秒了，他一技能大招都没有呢？他但凡他再给你一个 E 呢，给你一个大招呢，你带虚弱有啥用啊？我就跟你讲吧，维鲁斯他打满技能，他可以秒两条你的血，你知道吗？你满血他可以秒你2次，你懂吗？你2条命别人都给你杀了，你带虚弱有什么用啊？你看就不懂维鲁斯的伤害，他的伤害可以秒你2次了。骂的能来吗？优雅不过时。我来喽！战斗！一群小畜生！哎，主播你也玩维鲁斯？玩你妈呢！那你怎么不说玩 Timo 呢？啊！我说一个英雄赖，你说啊，那你也玩呀？你为什么不能玩？傻逼！逃命也只是徒劳。归战胜者。漫天飞雨。我为什么不玩呢？因为我他妈我是抖 M， 我就喜欢这种受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喜欢玩卡密的受苦。技术服务于进化，而非控制。窍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。秩序因我而存在。这波大刀打中他 Q 了，不然感觉被秒了，很关键啊！我这手大刀，给他 Q 技能打断了，不然感觉被秒了。雷兹要上来啊，那我撤了，撤了回去抓这边。合适的画笔胜过锋利的刀子。结果意味着一切。别这样玩。慈悲是一种我无法承担的奢侈。
要去的地方。就其实我跟你们讲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为什么其他路没有变得那么抽象，只有上路变得越来越抽象了？想不明白吗？为什么只有上路变得越来越抽象了？什么奇葩英雄都他妈往上路走，为什么呀？想得明白这个问题吗？你们想不明白啊？为什么其他路还是正正常常的样子？为什么就他妈上路变得那么抽象？能整明白为什么吗？对，那为什么我昨天我要玩上路小火龙呢？因为我他妈我也受不了了，上路全是畜生，我不玩畜生龙龙进去，我就玩不下这个游戏了，玩不了这个游戏了，明白吗？我不当畜生，我也融入不进去的。所以我也当上路小畜生了。我 Timo 我玩的也贼开心啊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这版本上路畜生那么多呀？上路越来越多那种奇葩英雄往上路出现了。跳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，有耐心才是好兵，否则就是死命。他们供我来发现问题，然后一举扫除。就是因为设计师把上路搞成了角斗场啊！你看上路这个地形这么宽广，干嘛？就是给你1v1的。设计师就是想让你上路打1v1，那上路打1v1，打野不好抓，这种情况打野不好抓，那不就出现这种情况吗？然后再加上上路这个位置跟团战无关，对吧？你影响不了团队，你让上路崩了，或者说赢了，你也影响不了团队，就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哎呀，既然反正我这把我上路赢了输了都不影响游戏，那我就玩我爽的呗，我就玩我对线厉害的呗，我上路我自己舒服就行了。所以说就出现越来越多这种极端打线英雄，维鲁斯这种英雄就纯粹的打极端对线的，因为他这种英雄崩了是没有任何作用的，而且他很好抓，就算这个版本上路不好抓的情况，他这种英雄都是好抓的。就出现那种极端打线的例子，你知道吗？就现在全他妈在极端打线。就我一定要上路打赢，哎，打输了也没关系，我要恶心到你。反正我上路不管打赢了打输了，这个游戏最终还是看我队友的。我队友要赢了我就赢，队友输了的话，我玩别的我也赢不了。所以就成了这种情况。设计师干的好事。拿到龙就行了，走吧。但这波比跑的有点快哦。我以为我带着点火呢，把金花按掉了。野区再多没见过的奇怪英雄也正常，但野区本来英雄就很多。这个主要跟设计师有关嘛？设计师给各种英雄加什么呢？啊，对野怪伤害2倍，让一个英雄去打野就很简单粗暴什么的，让这个英雄对野怪的伤害变成2倍。还是不行，这防御塔打我太痛了，没护甲是吧？护甲太低了，补护甲吧，把护甲补上去。对于皮城的问题来说，我就是解决的方法。
这进化 CD 太长了。进化大道上的又一步。不给螳螂加伤害，肯定不加。螳螂刷野速度本来就不慢。螳螂的问题是那个，螳螂问题是别的，不是因为刷野慢。螳螂刷野已经很快了。算了吧。只有懦夫才会逃跑。哎呦，兄弟！这是何必呀？青盖要能打野，那确实是王牌，因为青盖那个英雄抓人能力是很强的。打野的话，直接规避了这个英雄的所有缺点，对吧？对线清线慢，伤害低，发育周期长。你打野的话，这些问题全部都迎刃而解啊！因为打野的话，就压根没有这些问题了。完了，我感觉他要开车来抓我了。开车抓我们，看一下。开车抓我们就 TP 走。没开车抓我们就撤吧，等大龙刷新吧。我操！ What's up？ 为什么情感打不了野？对，刷野速度太慢了。维鲁斯号没大了，刚刚那个是维鲁斯大招吧？还行，1换1。好吧，没有1换1。偷家了。没招了呀！英雄们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他们最后耐心不是一种品德，而是唯一的品德。好的礼节要通过耐心作为理念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还得靠我。哎，但谁来拯救我那个如他妈吃屎一般的对线体验呢？我的对线体验，我真的感觉我每把他妈对线在吃屎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玩的好恶心啊！真的每把对线跟他妈在吃屎一样。没有一个正常的上单跟你对线，你知道吗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又在干嘛呀，哥？为什么不看大龙啊？为什么队友又他妈死了？那你们猜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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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招了。回来呀！哦，真没招了。这不应该妥妥拿大龙的吗？我们拆了一路高地，靠着那路高地的兵线，然后拿大龙的吗？怎么又死了呀？我的可爱芒星，我真的是太他妈爱你了，兄弟，你真他妈太可爱了，我爱死你了。
我可太他妈爱你了呀！你怎么又死了？永远不败。基础是唯一重要标准。完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我没想到他们能聚到一起了，这波比和这个杰斯和卡莎聚到一起了，哎。迎面撞上3个人，走吧，守家守家，等我复活吧，哥，等我复活就行。等我复活就行啊，兄弟！我操，我真的急死了，别死了，求你了！我这个号已经1页 SVP 了，真的，我不想再输了。我输的再输，我他妈我压力值要爆了，我要心力憔悴了，我要触发折磨了，我要触发折磨暴虐了。哎，其实打团也能赢，单战也能赢。我们单挑的话，随便我们单挑暂时是无敌的。最好等我个春哥吧，600块，等一下吧。小龙还1分半刷新呢，别着急。我其实不太想打团，我感觉打团会输。我他妈已经1页 SVP 了，别让我输了，我真求你了。而我也许已经越过了自己。别这么快！因为永远不会弄到什么意识，人人有自己的位置，忘乎所以就危险。The enemy's inhibitor has respawned.芒星，你他妈在干嘛？芒星嘞，你他妈在干嘛呀？我真的我要骂人了，我干你的！哎呀，我真的是啊！这他妈明摆着拆水晶走啊！小龙给他们拆水晶拿兵线运营他们呀！